真实的抗日战争究竟有多残酷？在众多抗日神剧的影响下，很多国人已无法体会14年间这片土地遭受的磨难，甚至逐渐淡忘。今天我们将以第一人称视角，亲眼目睹这片土地上最沉重、最惨烈的14年。您即将看到的不是虚构的手撕鬼子和裤裆藏雷的那般神剧，而是硝烟弥漫处山河破碎的哀鸣，断壁残垣下民族不屈的脊梁，累累白骨之上侵略者罄竹难书的暴行。这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浩劫，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血泪与牺牲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不想说我的名字，仅以此视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铭记历史，勿忘国耻。1931年9月18日的秋夜，刺耳的爆炸声打破了沈阳柳条湖的宁静。我看到关东军亲手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，却栽赃于中国守军，随即对沈阳北大营发动猛攻，震惊中外的9·18事变爆发。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压制了20万东北军的斗志。我痛心地看着沈阳、长春、鞍山、抚顺等一座座城市在短短数周内沦陷。城市街道上来不及撤离的平民倒在血泊中，妇女遭受凌辱，儿童在恐惧中哭泣。日军以剿匪为借口肆意屠杀村庄，但中华儿女心中不灭的斗志已被点燃。我目睹了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，揭露了日本的侵略图谋和国民党的消极抵抗政策，还看到了南京、天津、武汉的工人和学生群体手持请愿书，满腔爱国热忱却遭蒙骗。蒋介石许诺的北上抗日化为泡影，把枪口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学生。125事件的发生造成30多人受伤，185人遭到逮捕。而数日后的珍珠桥惨案，更是对经过珍珠桥的3万多名学生开枪，导致30多人丧生。这一刻鲜血染红了桥面与河水，年轻的生命如秋叶般凋零。珍珠桥惨案的消息传开后，全国各界要求严惩凶手，给死难者一个交代，同时再次强烈呼吁国民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，要求枪口一致对外。满洲省委更是号召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在黑龙江，马占山将军在嫩江桥上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，战士们嚼着草根，用发霉的弹药硬是挡住了日寇半个月的进攻，但最终因弹尽粮绝，导致齐齐哈尔失守。但那声枪响唤醒了无数国人。就在我们悲愤抗争时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从未停歇。1932年1月2日，锦州沦陷，不久之后，哈尔滨告急。而日本人为了转移国际视线，又在上海制造事端。1月18日，川岛芳子策划的日僧事件成了新借口，进而爆发了128事变。这场战斗持续了33天，我们以7万装备简陋的部队对抗8万装备精良的敌军，迫使日军3次更换主帅，展现了中国人的英勇气概。然而，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却限制中国军队只能驻扎在昆山、苏州、上海，从此成为没有防御的城市。屈辱感再次涌上心头。同年3月9日，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，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。东北的沦陷缓解了日本资源匮乏的问题。在这期间，中国丧失了1/3的森林、铁矿和煤矿，4%的铁路，以及93%的石油、23%的电力、55%的黄金。这些资源极大提升了日本的国力，促使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。此时，日军的目光盯上了连接东北、华北的战略要地，也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。1933年1月3日，面对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，中国守军伤亡殆尽，山海关最终失守。山海关一旦失守，热河便门户洞开。2月21日，日军向热河发动全面进攻。汤玉麟这位主席闻讯胆寒，竟携带金银细软，未作抵抗便仓皇逃窜。3月3日，仅128名日军士兵轻松攻占省会承德，19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敌手。随后，日军兵锋直指长城沿线喜峰口，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，加上指挥系统混乱，长城守军誓死保卫国土，与日军精锐部队血战2个多月，伤亡超过4万人，最终因实力悬殊，长城防线被攻破。随着塘沽协定签订，被迫放弃热河和冀东主权，从此华北地区门户洞开，成为了77事变中日军能直取北平的重要原因。此时我的目光又投向了察哈尔，值此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。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，冯玉祥、吉鸿昌举起抗日同盟军的大旗，从日伪手中夺回了多伦。这是9·8后第一次收复失地，但由于粮弹断绝和国民政府的猜忌分化，这支孤军最终走向覆灭。
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壮烈牺牲前的豪言，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休。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，至今仍在我心中激荡。1934年，华北的局势日益严峻，日本企图策划华北自治，蚕食中国的主权。同年4月，中国共产党发表《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》，号召武装自卫，驱逐日本侵略者。同年10月，面对国民党的围剿，红军主力部队被迫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。1935年，利用国民党集中兵力围剿共产党的时机，日本发动了预谋已久的华北事变。南京政府再度退让，签署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。中国军队从察北地区撤离，晋察两省的实际控制权几乎兵不血刃地落入日军手中。同年下半年，殷汝耕在日本扶植下公开叛国投敌，成立了防共自治委员会。这一刻，华北5省岌岌可危，眼看就要成为第二个满洲国。就在这亡国灭种的关头，压得人喘不过气的至暗时刻，我看见了一束光。1935年8月1日，中国共产党发表8·1宣言，提出两党共同抗日的主张。可惜这时候的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，试图与日本达成妥协，幻想将日本的侵华政策限制在东北地区。而他不仅拒绝联合抗日，反而加强了对红军的围剿。1935年12月9日，刺骨的寒风无法冷却心中的愤怒，数千学生走上街头，129爱国学生运动由此爆发。东北大学的学生在北平城内高举抗日救亡的游行旗帜，呼吁停止内战，团结一致对外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反对华北自治。129运动的烈火迅速席卷全国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浪潮。在陕北地区，我见证了红军3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历时2年的长征胜利结束。这支饱经风霜的队伍，他们跨越的不只是千山万水，更是血雨腥风。湘江战役中，江水被鲜血染红，雪山草地间无数英魂长眠。不久后，绥远的战鼓擂响，取得了红格尔图保卫战的胜利和百灵庙的大捷。这胜利深深触动了张学良和杨虎城，他们多次苦谏蒋介石联共抗日，却屡遭拒绝。1936年12月12日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。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兵谏，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主张。这是历史的转折点。这一刻，我看到了民族凝聚的曙光。然而，日本对中国的团结深感不安，他们的回应是丧心病狂的全面进攻。1937年7月7日，在卢沟桥畔，日军的演习枪声演变成了全面侵华的炮火声。7月8日，中国共产党再次发出号召，呼吁两党联合抗击日本侵略。然而，在日本不扩大事态、局部解决的幌子下，蒋介石仍抱有幻想，企图借助国际调停化解中日危机。7月17日，在全民舆论的压力下，蒋介石不得不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，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正式确立。至此，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血与火中拉开。7月28日，日军在40架战机掩护下，向北平南苑发起全面进攻。我目睹佟麟阁、赵登禹将军冲锋在前，英勇抵抗，最终壮烈牺牲，北平失守。7月30日，天津的38师官兵强攻东橘子机场，但终因日军轰炸而失利，天津陷落。这接连的噩耗彻底惊醒了国人，他们意识到妥协退让只有死路一条，唯有奋起抵抗。7月31日，蒋介石通电全国，宣告全面战争爆发，全国上下同仇敌忾。日本在侵略华北的同时，伺机把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，准备进攻上海，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。1937年8月13日，淞沪会战爆发，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绞肉机。我目睹了装备简陋的70余万中国军人，以血肉之躯对抗武装到牙齿的30余万日军。黄梅兴将军在开战首日就壮烈殉国。飞行员沈崇海驾机俯冲炸沉日舰，壮烈牺牲。姚子青营500壮士死守宝山，用生命践行了誓与宝山共存亡的誓言。当姚子青倒下的那一刻，仿佛他穿越时空看到了我，用最后一口气坚定地诉说着：中国一定会赢利。我也想大声地告诉他，如今中国的强盛，我们真的胜利了。而罗店在反复争夺中化为焦土，蔡炳炎将军壮烈牺牲。尽管伤亡惨重，但我看到我军仍然斗志高昂，贵军万人敢死队冲锋在炮火中成片的倒下，川军8万子弟兵奋勇抗战，6万英魂埋骨他乡。粤军目睹日军的嚣张气焰，没有退却，但仅经过1天的激战，就几乎全军覆没。另外，湘军、东北军等全国各地的部队都纷纷赶赴前线，能参战的都参战了。此时他们只有一个共同身份，那就是中国军人。
9月中旬，太原会战爆发，林彪率领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消灭日军1000多人，为八路军在华北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威信。这就是著名的平型关大捷。这次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传说，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。10月13日，忻口战役打响，郝梦麟军长在前线指挥时不幸壮烈牺牲，最终娘子关失守，太原陷落。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，让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惨痛代价。11月12日，持续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，上海宣告沦陷。淞沪会战是全面抗战以来历时最久、规模最宏大的一次战役，战斗最为激烈的阶段。中国军队几乎每天损失1个师的兵力，敌我双方的战损比例高达7比1。中国军队付出了25万余人伤亡的重大牺牲，消灭日军9万多人。他们打破了日本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心跳献给了祖国。1937年12月1日，日军乘势进攻，直逼南京，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屈服。蒋介石立即将首都转移到重庆，并下令唐生智坚守南京。南京保卫战由此展开。刚刚结束淞沪战役尚未得到休整的士兵们顽强抵抗日军8天的攻势。12月9日，日军派出飞机在南京城外轮番轰炸，大量平民不幸丧生于炮火之中。12月12日，蒋介石下令撤离南京。12月13日，南京失守，变成了人间炼狱。我亲眼目睹丧失人性的日本兵把缴械的士兵集体驱赶到长江边，用机枪进行疯狂屠杀。毫无反抗能力的百姓被当作练习刺刀的人肉靶子，被活埋、被焚烧；妇女被成群拖走凌辱，因而被刺刀挑起作为消遣。此时，长江水被鲜血染红，秦淮河上尸体堵塞河道，紫金山下和燕子矶遍地都是屠杀场和万人坑。更有日军军官如像井敏明和野田毅展开惨无人道的100人斩比赛。6周之内，我国至少30万同胞惨遭屠杀。战后，日本军官大洼宽三在日记中记录下了日军的暴行。他写道：南京城有堆积如山的尸体，日本兵对妇女犯下兽刑。所以这不仅是南京的灾难，更是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在哈尔滨平房区那个被称为731部队的实验室里，石井四郎正以防疫为名，进行着活体解剖、冻伤实验、细菌感染、毒气实验、压力测试。无数中国的平民和战俘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中死去，我仿佛能听到那些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同胞们传出的绝望哀嚎。南京的屠刀与731的试验都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的罪行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。1938年1月，徐州会战爆发。在台儿庄战役中，李宗仁利用地形部署军队，采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战术，付出了5万多人伤亡的代价，击退了日军约1万多人的主力进攻。这就是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胜利。这场战役是抗战以来获得的最大一次胜利。遗憾的是，蒋介石因胜利而骄傲轻敌，在徐州地区集中了大量兵力，最终遭到日军包围，被迫撤退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为阻止日军向武汉推进，1938年6月9日，蒋介石下达命令，在河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坝，试图通过人为制造的洪水来打击日军。但当黄河决堤时，我看到日军仅损失了几千人，却导致80多万平民被淹死，同时导致390万人失去家园，受灾人数达到1200万，2000万亩农田被洪水淹没，形成了大范围无法耕种的黄泛区。这直接引发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。这场饥荒造成3000万人受灾，死亡人数达300万人。尽管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，但依然未能阻挡日军的进攻。与此同时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《论持久战》，深刻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历战略防御阶段、相持阶段、反攻阶段这3个阶段，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，为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。1938年6月，日军大本营调集重兵进攻武汉，武汉会战由此爆发。薛岳在万家岭几乎全歼日军第106师团，毙伤俘敌17000余人。然而，随着信阳、田家镇相继失守，广州的突然沦陷切断了粤汉铁路。为了保存有生力量，武汉最终弃守。经过4个月的血战，40万将士的牺牲换来了毙伤日军15万余人，彻底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构想。而战争也像毛主席所描述的那样，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。此后，日军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，转向以华制华，以战养战。1938年11月，日军攻陷武汉之后，继续向南推进，直指长沙。
蒋介石决定实施焦土政策，打算在撤退时烧毁长沙。但是日军还没有发动攻势，城内的警备司令部却把一起意外火灾错当成焚城信号，随即下令点燃预备的油桶和民居。此时正值凌晨，熟睡的居民没有获得任何预警，仅一天，长沙便有3万百姓葬身火海，全城约90%房屋焚毁，史称文溪大火。可笑的是，此时距离日军大规模进攻长沙还有1年之久。1939年9月，长沙会战打响。从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，中国军队与日军围绕长沙展开激战，双方进行了4次大规模战役，中国投入兵力超过120万人，日军参战人数达40余万，中国军队付出9万多人伤亡的代价，歼灭日军11万多人，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的重大胜利。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，敌后战场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，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华北，华中敌后，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。1940年8月至次年1月发动的百团大战，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主动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、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。此役八路军集中主力，破坏铁路、炸桥梁、拔据点，毙伤日伪军2.5万余人，有力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。此外，我看到了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弹尽粮绝，孤身战斗数日，牺牲后日军剖开他的肠胃，发现里面只有草根、树皮和棉絮。又看到了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主力转移，将敌人引向绝路后纵身跳崖。还看到了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为了支持儿子抗日，坚贞不屈，绝食殉国。当然还有无数未能留下姓名的烈士，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爱国之心。1940年9月，德、意、日3国签订同盟条约，法西斯轴心国形成。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将美国拖入了战争。同盟国对日本宣战，从此中国不再单独对日作战，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2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。1943年11至12月的常德会战，余承万师长率领第57师8000名官兵死守孤城16昼夜，最终仅83人生还，毙伤日军2万余人。1944年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阶段，日军为扭转太平洋颓势，发动了1号作战及玉香桂战役。此战日军投入了41万兵力，但由于国民党指挥失误等原因，导致我军损失50至60万兵力，丢失4个省会、146座城市、7个空军基地、36个机场，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。不过，在之后的滇西战役和湘西会战中，中国军队的胜利加快了日军的败退。1945年5月8日，苏联红军攻占柏林，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之后，盟军集中力量对付日本。1945年7月，波茨坦公告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，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。8月6日和8月9日，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，日本士气彻底瓦解，完全失去作战能力。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宣言，八路军、新四军、国民革命军对日军残余部队展开全面进攻，夺回了大量被占领土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裕仁天皇颁布终战诏书，宣布无条件投降。9月2日，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，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。9月3日，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正式向中国政府投降。这一日也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。至此，从1931年到1945年，局部抗战6年，中国全面抗战持续了8年，抗日战争长达14年之久，最终以中国人民的完全胜利结束。战火刚刚平息，我望见胜利的旗帜飘扬，也看到残破不堪的家园。有900万人直接丧生于战火，800万人死于战争导致的饥荒和疾病，9500万人无家可归，伤亡总数超过5000万人。再有6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被侵占，直接经济损失和战争开支超过5600亿美元。这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胜利，源自中华民族自身的觉醒和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，是无数先烈用血肉之躯在几乎绝望的黑暗中，奋力开辟出通向光明的道路，最终找到了救国图存的正确方向。支撑他们的是中国悠久文明所积累的力量，这种强大的凝聚力由此而生。这种深刻的历史认同感，让无数中国人在民族存亡关头奋起成为救亡图存的斗士。常有人说，是美国投下的那2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最终投降，但当时的日本早已是穷途末路，战败只是时间问题。而抗战胜利的根本原因，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早已明确指出，胜利之本在于军民。
所以，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儿女以牺牲3500万生命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伟大胜利。焦土终会开出新花，但长眠地下的英魂会永远守望这片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土地，铭记历史，警钟长鸣。同志，你是从新中国过来的吗？对。那我们胜利没得？我们胜利了，再过25天就是我们抗战胜利89年。我给你看，太好了，你看你了。最后，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，让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。